美国五角大厦针对中国的解放军提出了一个182页的报告，而这个报告其实对中国是肯定的，认为中国的军力是在发展当中，认为现在中共的核子武力，它现在要从600颗增加到1000颗，而且它现在对周边的这个区域产生了一些威吓的作用，甚至它的这个东风飞弹已经可以对周遭，特别是对关岛造成威胁。但是，它在这个报告里面居然有一个专章，而这个专章是什么 ？Special Topics， 他怎么讲？他说，居然解放军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贪腐问题，而这个贪腐问题会影响到整个解放军的战力。他甚至提到说，最近有很多解放军的高层一个一个中箭下马，而这个中箭落马都跟贪腐有关。好，现在为什么美国要特别把这个东西给点出来？而这个贪腐真的已经对解放军伤筋动骨吗？而这个贪腐就是现在习近平跟解放军之间的基本矛盾吗？好，我们今天请到了别人的方首一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每日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赵宇轩，好，第四位是战略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第五位是桃园市议员黄金平，大家平安。好，第六位是股市分析师封开平，大家好。现在美国五角大厦公布了对解放军每年的这个年度报告，年度报告182页，洋洋洒洒。一开始看的时候就解放军的军力在提升哦，它的这个所谓的空军力量加上无人机，隐然的是直逼美国，它的海军数量现在是全世界最多的哦，甚至它现在已经有太空作战跟反太空作战的能力哦，甚至它的核子弹头现在600颗，未来要增加到1000颗，我看了以后吓死了，这个军力在提升，但是他破天荒的弄了一个专章，这个专章特别谈到了中国的贪腐问题，然后他讲说这个贪腐的问题会让中国的战力受到打击，而且全世界最了解中国军力的，果然还是美国国防部。美国军方就出了一个这个中国军力报告，里面来说讲了洋洋洒洒。如果你一开始看的话，它里面肯定了解放军哦，解放军在无论武器的数量、质量来说的话，包括说陆海空都有非常大的提升。我看起来好像对美国威胁很大。但是他说这个没办法打仗，没办法打仗。为什么没办法打仗？因为它里面的贪腐问题太严重，也就是说它形体看起来很赞，核子动力潜艇都有啦，什么东风系列导弹都有啦，然后飞机都有，但是因为贪腐的问题。到底你们这个飞弹能不能够起飞？能不能打？这个能不能打？没有人知道。所以就说，因为贪腐问题，形成对中国解放军的战力形成非常大的这个拖累。也就是他讲的这份报告大概182页，183页看到最后的以后，它有一个专章，这个专章里面就特别谈到了中国这个高层将领，他不是一般将领，对，是高层将领、高级军官。这个高级军官非常可怕，是刚刚讲上将级以上，是100亿，对，今天中将这个少将都是上亿，对，没错。而且可怕的是，你是各个军，等于说各个军种，对，而且是产官学全部都沦陷了。简单来说啦，这个美国的评估是说了，中国的这个解放军的贪污是陆海空太空军什么军，每个人都有贪，而且贪的结构不是只有军方自己贪哦，他连那个制造商跟他周边配合的厂商，还有这个承包商，甚至学校，大家都在贪。所以也就这整个贪污供应链，所以这个贪污供应链那怎么有可能做得起来？再来，宝姐，它里面有一个文章，你看它这个有一个特别的专刊里面来说，你看 Special Topics 对不对 ？Impact of Corruption of the PLA 就解放军贪污的问题，它里面来说，它特别讲了几个人，它这边点名了火箭军哦，还宝姐他讲了几个，你看2023年年底北京正式免去李尚福的这个职位嘛，那李尚福就担任这个武器发展部嘛，他就是解放军所有的武器，还有包括负责所谓这个所谓火箭军。那火箭军里面来说，因为为什么会被抓？因为的飞弹工程里面来说，有非常多地下发射井有可能会诈欺的案件。就是说，他把它明显顶出来哦。对，这里面来说，不只是李尚福，还有李玉超两个人，可能都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哦。就是发射井你是造假。我们知道，事实上火箭军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是2015年成立了，因为他这一次报告直指火箭军是最严重的。2015年成立的时候是谁弄的呢？是习近平任内，他把原本中国的2炮提升为火箭军。他说：“我们要发展我们所谓3位一体的这个打击能力，要学这个苏联时代，所以我注入了大量的资金到火箭军。火箭军所有提拔人都是习近平的人，结果你这里面。”
贪污腐败最严重，就是火箭军。对，结果你现在要跟我说什么？你说你现在要调查这个贪腐，你还没有走到最后一里路。哎，你自己贪的最严重啊！所以为什么解放军会跟他对杠？因为你自己贪，你自己人贪的最严重。你看李尚福啦、李玉超，哪一个不是你自己的人？现在还加上苗华，对，都是你的人。所以我要说，这个报告里面来说，也告诉你为什么解放军会有内斗，因为他就指你火箭军是最烂的军种。而且刚才讲的，他一开始就讲，2023年解放军经历了一波跟腐败有关的调查，跟高级领导人的免职，他扰乱了2027年现代化的一个目标。2023年的7月到12月，他很怕，总共15个高级军官，还有什么国防工业高层被解职。他说，因为腐败被解职的人跟负责干嘛？有什么？有陆基核导弹跟常规核导弹现代化的设备有关。对，事实上这两个都是所谓的火箭军嘛，所以他就说火箭军是重灾区中间的重灾区。好，那我们来讲火箭军到底多夸张嘛？这之前媒体有报道过嘛，Bloomberg有报道过，他说，有人拍到这个在西部这个战区里面导弹井，你看这明明口是这么大啊，你这个那么小啊，那有办法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完全盖不起来嘛，就面到无法有效密合嘛。这也差太多了吧？是。金价北巴呢？对，西部基带的导弹发射井，导不能看一遍，这个头这么小，对，不，这个盖子那么小，对，这个井这么大，对你一看肉眼就知道说这完全是没办法用的嘛。还有很多地方来说被拍到说盖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那么顽固的一个进性。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他还说什么？因为他们火箭军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火箭，包括说东风系列的啦，很多红旗系列的。他说原本应该注入导弹内的，就是你要用作为液态燃料嘛，就没想到不是注入液态燃料。他说有人去发现到说这里面的原本应该装燃料的，居然被装了水。装了水那根本拿水来冒充，所以看起来很威武啦，但是真的要开火的时候，它根本飞不起来啊。不是，而且里面如果要装油的。你现在装燃料油，你如果装水，会把里面的零件给破坏掉，都会破坏掉，所以你就让事实上出现这么夸张。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人不是说吗？就有人爆料说，火箭军里面来说，因为他们火箭军所住在地，譬如西部基地都很冷嘛，对，那很冷的时候，他们冬天要什么？吃火锅。那吃火锅的时候，没有东西可以煮啊，怎么办？听说他们去拿那个固态燃料一块一块的拿来这个烧火锅啊，就火锅下面不是用炭，用这个固态燃料烧的又快又高温，很棒。就没想到他们都把它拿出去了，把固态燃料拿来煮火锅，然后甚至还有人爆料说，我们家人来吃饭的时候说没有这个东西可以烧柴的时候，没关系，就把这个他当着他们的面前，把固态燃料拿出来，一块一块的拿出来，就这样烧掉。所以就说，搞不好他们到时候要作战的时候，水不但这注入的是水，甚至你连固态燃料这个都没有可以用，所以这当然让习近平看的都非常生气跟难过。更不用讲，你在珠海航空展，知道珠海航空展是举世都在注意哦，他们居然出现什么？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战机上面，歼6战机、歼10战机上面，居然直接拿拖把去洗战斗机。抱歉，事实上这种所谓这种所谓飞机上面都有非常多的密密麻麻的这个，包括说有什么零组件在这上面，就你看，他不只是用这个拖把在上面拖，他还穿了一般鞋子在上面站来站去，这哪可以这样子啊？这完全不是嘛！所以人家就说你这个到底是真飞机还是假飞机，大家完全不清楚。好，那另外还有什么？你看他们他们弄一个所谓轰6的这个原型机出来之后，你看他们就在上面，人都站在上面，然后在那边这样组装，这样组装不说，你看他们的轰6还有机舱外面还用一个 U 型锁把它盖起来，所以等于是说你看到它的形真的是很赞。这个形体或者真的，但是整个灵魂作战的时候，他根本就是因为贪腐导致他一切都作战不起来。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美国媒体的报道说，他们那个贪多可怕？对，他们说那个越大的贪越多，而且他们的所谓的一级上将都是100亿起跳。对，没错。好，这一张图是什么？这张图就是中国的这个国防经费节节高升。节节高升来说哈，他们过去这个约莫是这个10几年来的话，中国的军费大概是16.4兆，因为折合新台币是74兆。那有人就估算说，假设这20%的这个经费都被拿贪污了，贪污之后呢，如果划到这个100个这个中将以上的人可以拿到这个薪水，拿到这个贪污的钱的话，他们平均每个人可以分到165亿。所以就说呢，贪污的人呢，为什么都是亿来亿去？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徐才厚吗？在他家里面搜出这么多的这个人民币，然后收入什么银啊，收入什么茅台酒一大堆，就是每一个中国的这个所谓高级将领。大家都是钱很多的一个状况，而且刚才讲的美国五角大厦的报告里面把，你不是只有解放军贪，你是军工产业也贪，没错，而且甚至你连航太学校你也贪。最近抓到几个人哦，
抓到几个人，那不是只有解放军哦，包括什么中国航天科技的董事长、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中国航天科工的副总经理，全部都被拉下马来。对，没错，是在2023年的12月17号的时候，那时候有撤销者吴彦生啊，还有这个刘石犬，还有王长青。那他们3个是谁？吴彦生是中国航天科技的董事长，刘石犬是中国兵器工业的集团董事长，王长青是中国航天科工的副总经理。那为什么他们都被抓出来？而且他们发现到什么？他们的中保司长，因为他们负责帮解放军做这个包说他们的武器嘛，就没想他们这个外购材料的时候，他们也要 A 手，然后关键零部件的时候，他们也要 A 手，然后里面来说有所谓巨额的回扣，然后变成是什么空壳公司转手，变相加价中保司啊，也就是这样。譬如说，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多材料，譬如说你用陀螺仪，他们根本买不到，或者 IC 看根本买不到嘛。那买不到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去国外买，国外买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这个没办法直接跟国外买，我们一定要层层这样子转包，不能让美国发现。就他们就透过这个漏洞，层层转包，越来越贵，越来越贵，所以就变成是这样。然后包括说什么，他们很多设备来说，特别是弹头需要什么高温高压的这些进口的东西呢，全部都是用这样，他们在中间说赚一手、赚2手的状况比比皆是的一个情形。所以他们讲说，我都是用民用的名义从这个所谓的国外弄进来，国外一弄进来以后，我就给你层层发包。层层发包，他们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预估哦。这个简单的预估就是整个我一颗导弹，我大概是数亿的人民币，数亿人民币里面中间20%到30%，是流到口袋里。对，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太夸张了吧？我们来看一下，东风26的制造成本大概是2.5亿，然后东风21D 的成本大概2亿，然后东风41的导弹大概是6亿，所以你看这里面来说的话，这一颗导弹的20%到30%是被他们中保司拿走了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要把这些人抓起来。你们这不只是李尚福、这个李玉超，你们这几个人也是这样子。好，宝姐，你以为只有这样吗？没有。他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谈呐，什么东西可以谈？因为他们在这个火箭军，我们看美国之前不是点出火箭军所有的基地吗？然后他们不是还有把他们的这个，包括说看兵营在哪里、办公室啦、这个军官住房啦，然后发射车井在哪里，什么都弄出来吗？他们现在也调查到说，他们这里面来说也是大家都在贪，也就是说你发包工程，他们也照样贪。10几个人，因为一个所谓的火箭军的这个基地，它可能都要数十亿、数百亿。这里面的工程里面，大家都有巨额回扣，譬如说什么这个所谓的设备啦、施工的这个承包商回扣非常多。所以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刚才不是知道火箭军目前为止到底有多少发射井，大家也不知道嘛。对，美国就说有500个多，500多个，每一个发射井都要花很多钱啊。也就是说，这些发射井的这么多钱里面来说，又是巨额的回扣。对，所以我刚才讲嘛。火箭军的飞弹本身，然后再加上说你的军营的建制，然后包括说你的这个发射井也偷，都偷那么多，所以都完全大家都偷。好，那不是只有这样啊，还有什么？他们连研究单位都一样。你看最近一段时间，火箭军因为火箭军在严重打贪，对不对？他就说我把这个所谓采购部门列为这个所谓的重灾区的来调查，然后调查里面他有弄一个叫军队采购网，他把很多列为叫做军队采购的失信名单。失信名单这意思就是说他可能过去有这个贪污腐败的这个状况，它里面呢涵盖什么？餐饮业、体育设施、物流管理业、机械业、建设工程。他们卖吃的也贪。对，然后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涉嫌什么？提供虚假的投标资料、围标串标，然后拒不签购这个所谓采购合约等等的违法的这个状况，然后他们被终身禁止进来。也就是说，这些公司都是这样。那你以为只有公司嘛？没有，还有什么？这个西安，关于这个西安交通大学失信处理的这个公告，有很多学校都是因为你也是串通投标，3年内都被禁止，对，甚至还有很多一大堆名单还在陆陆续续产官学都有。所以也就是说，他这个贪污腐败不是一朝一夕，是涵盖大家都是一个共犯结构。那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习近平不是一直不断的在清洗来清洗去，为什么还是没办法把这个所谓贪腐清洗掉？因为这是个结构。不是几个人的问题而已。好，季平，这边有一个洞93，在这个所谓的黄海里面，沉没下去以后你就起不来，以后本来的讲法是什么？它勾到里面的这个所谓的防阻绝措施，结果现在传出一个消息，搞了半天，它要测试一个鱼雷，然后那个鱼雷的结构。鱼雷的品质出问题，鱼雷的品质出问题以后，整个洞93的潜舰才会下得去，上不来了。所以中共军队的这个内部贪腐啊，影响到他们的这个武器设计的性能跟它的结构，能不能从事到像现在大家都在预测说，你要发动战争的话，能不能打仗就是一个问题。首先我们在讲说，去年8月的时候不是传出来说，
中共的这个解放军北约代号093的这个商级的潜舰核动力潜舰，它在了这个黄海执行任务的时候呢，突然传出失事消息。为什么？因为传出来8月20几号。整个他们演训任务结束之后呢，舰上的官兵你必须如期返家，而且呢，你必须回到了这个家里。结果没有，而且事发的这个海域啊，传出来失事的海域，他们封锁了。对，一直到现在这个海域还是在封锁，还在封锁，就是在这个地方哦，在黄海这个地方，很靠近大连跟旅顺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这个长方形的海域，在这个就是大概我画了一个红红这边，在这边封锁起来。所以英国的《每日邮报》啊。之前他就引述英国政府内部的这个军情单位机密的这个报告，说当时这个093的这个商级潜舰核动力潜舰，它为什么会出事呢？说什么撞上解放军用来阻挡这个西方的这个船舰啊，欧美的船舰可能靠近了一个陷阱。那就是我一个地下的主角设施，地下主角设施里面有铁丝网，有很多的这个东西。他不小心撞上了，所以导致它的机械损坏，而且引发了它舰上的氧气系统发生了致命的故障。所以包括上校舰长薛永鹏啊，还有他们的55名的这个军官跟士兵和选手全员罹难。我先讲2个矛盾点。第一点，你是核动力潜舰，是非常先进的潜艇，你在这里，而且是你演习区域的海域，而且这几乎都是你的内海，你会不知道那边部署什么东西吗？对，难道你没有航海图，你没有军事单位的相关的机密情报资料，你怎么会没有这些该有的基本常识和基本算是一个参数呢？第二，你舰上官兵只有55个人啊。洞93商级潜舰，它的这个长度106米，宽是11米，可以吃水到300到400米水下的这个深度，它至少舰上的官兵含舰长可以超过100个人。哦，你只有55个人，你只载一半的人出去啊，所以我就觉得很诡异。但是后来最新的消息，这是从英国方面拿到了机密消息，从北京方面传出来内部的这个机密消息是提到说，当时这个093的商级的潜舰啊失事的确是真的，但是你说什么致命的这个氧气系统故障撞到了那个拦截索啊，或者是什么防阻措施，那说假的，不然嘞，真正的说法有出入。什么出入呢？就是说它失事的地点的确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地方，它是从去年8月19号到8月27号，后来8月21号据说在试射了一枚这个鱼雷，什么鱼雷呢？中共的解放军，尤其是核动力的潜舰，几乎都是鱼系列的这个鱼雷。像这个洞93的潜舰，它有6具的533毫米的鱼雷发射管，其中一个发射管在发射这个鱼3改进型鱼雷，竟然爆炸，在潜舰里面的鱼雷发射管没射出去，结果爆炸。爆炸，当然潜艇就会失事嘛。你这舰上的不管是55名还是100名的这个官兵水手，你当然怎么可能在水下生还呢？所以后来消息传出来说，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他们就开始调查，为什么鱼3改进型鱼雷在设计的时候会爆炸呢？还没射出去，竟然在鱼雷发射管内就爆炸了，那有点类似膛炸那火箭有问题，不，鱼雷有问题啊！不要说鱼雷设计管，连鱼雷发射管，连鱼雷发射的这个鱼3改进型鱼雷都有问题。后来一查不得了。再发现它在整个测控的设计上面，还有它的整个采购的方面，都有一层一层的环节。他后来追查到这个北部战区副司令，也是兼海军司令员王大中，他是去年应该是2022年下半年他才上任的这个职位，才升中将。后来他去年9月就立刻被带走。他被带走之后，李尚福也出事了。对，因为2个都待过中共中央军委的这个后备他们一个这个总参谋部里面的这个单位，就是。装备采购部了，就是后勤的这个这个专业的部门。但另外最近也有人谈到，现在中共解放军也就是对周边威胁最大的，我有航空母舰。航空母舰第一个什么，等于说从瓦良格号转过来的所谓的辽宁号，而当时中国有个叫做中国航空母舰之母的这个叫做国产的总指挥胡向明，胡向明今天出来了，他的问题很大哦，贪很多钱哦，然后呢夜夜笙歌。这个有这个中共航母这个教父之称哦，就是因为这个胡文明啊，他本来是中国船舶中共集团的这个总公司的这个董事长，那后来呢，他也是成为中国大陆能够唯一建造航母的一个建造厂商。中共中央的这个军队和中央军委几乎都跟他合作，不但建造了这个第1艘的航母辽宁号，而且还参与了像歼10啊飞机商用飞机这个不是很大的这个 C919它的这些项目的这个研发，但是呢，他却在3年前倒台了，为什么？后来抓到他，不仅收受贿赂超过了52亿人民币啊，236亿新台币，而且发现他几乎232亿新台币，一年365天有超过300天以上，几乎天天换一个新娘，就是私生活非常的淫乱，然后不断的去每天不同人，对，所以一般
这种情况，你要知道，我就举例啦，因为我不是说他是一个航母建设的这个总工程师，航母建设的教父嘛。你要知道哦，像山东号航母，它的这个建造的估计经费就要用到211亿到270亿人民币。将近1000亿元台币哦。那如果是中共一般补给舰，从20亿啊，到这个054的护卫舰30亿啊，还有到这个052D 的是40亿，055中华大区有中华神盾阵就不用说了，60亿人民币。那像这个中共的这个大型的水面舰啊，它一般都是到了服役的15年后，它才开始要进行中度的维修。没有想到，我就举辽宁号航母为例啊，舷号16的辽宁号航母，它才服役第10年。哦。顶多服役到2/3就不能用了，它就要开始进场中度维修，不会觉得说怎么那么不耐用。所以中共解放军从海军到陆军到空军，几乎像这个空军前司令丁来航中将啊，他也是落马了，就知道说他们的贪腐影响到他们的武器的维修，甚至他们的进程都有问题。好，体委刚刚讲的五角大厦每一年都会针对中国军力做一个报告，以前都讲，你现在到底发展了多少的海军，你下了多少的饺子，你现在的空军到什么程度，然后你对周边的威胁，甚至你现在讲，今年特别，今年第一个，他们特别强调台湾的角色，台湾现在因应整个中国的这种威胁，台湾现在怎么做？第二个就是，我居然有一个专章，这个专章居然去谈说你的这个贪腐非常严重，而这个专章特别。指的就是火箭军。对，我刚查了一下了，去年的专章写的就是中国解放军怎么协助俄乌战争的俄罗斯这边。前年的专章主要写的是什么？是军事外交的部分，所以基本上不会触及到说所谓的负面这一面政治问题。结果今年来讲的话，他的这个专章竟然是写说解放军有贪腐的问题，而且还引用何卫东的话，何卫东不是也是习近平拉拔上来吗？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看到。最近这一系列来讲，不是解放军要求要集体领导吗？还有很多的这个什么贪污腐败的事情，一个一个出来，而且更重要的事情，好几个解放军的国防部长、上将什么东西了都被抓了，不是吗？那这1-2年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解放军内部到底怎么样？我都觉得做解放军来讲，这是高危险职业，你知道吗？因为你只要坐上去，基本上都一定被抓。所以被抓的不是从2014年徐才厚被抓而已，你看后面一过来，魏凤和被抓，李尚福被抓，然后还有谁没被抓的？所以今天来讲的话，真的是一个高危险的一个职业。他没想到，在2023年的7月到12月，也就是去年的下半年，光是去年下半年就有15个高级军官跟国防工业高层被解职，而且因为贪腐接受调查。是，那他们的所有的一概的理由，全部都是因为贪污腐败。那当然了，大家讲说哪一个解放军不贪？当然，从过往来讲的话，一直到现在，以前还有什么解放军可以经营事业的，后来才江泽民的后期的时候，在胡锦涛的时候才说，你们不能经营任何事业，为什么？你们中间一定要赚钱，你只要军队赚钱的话，那你就不能办法打仗了嘛。所以，但是问题是说，你如果没办法赚钱，但你现在用什么方式？就是中间来讲的话，层层剥削、收回扣，或者是有任何的这个贪污。刚刚不是提到多少的比例吗？对。那做一颗飞弹出来之后，里面的多少比例就回归到自己的口袋当中。那这样子的话，东西怎么会精准？东西怎么会强呢？所以你知道何卫东直接说，这些都是假的，全部都假的，假战力，全部没办法打仗。所以如果说美国的军力报告前面写了大啦很多很厉害，但是最后一个专章就告诉你说你就是贪污腐败，你贪污腐败你怎么打仗？真的不能打吗？刚刚讲的这个西部基地的导弹井盖跟底下根本都没拔。另外我们看到的，你竟然现在我们之前不是讲说，你今天在这个煮火锅的时候就去挖了一块的固态燃料，说这个固态燃料这个火又旺又干净，一烧这个马上就熟了。我以为是在讲笑话。结果是真的。对啊，那你那个发射井到时候如果这样子的话，美哈会不会卡弹？那时候飞弹飞出来，说卡在那边怎么办呢？自爆是不是？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当你那个用拿东西那个燃料来煮火锅的情况，这像不像当年慈禧太后的时候，北洋舰队？你那北洋舰队上面都在挂内裤、挂内衣，这时候日本就说可以打了。为什么？因为你完全没有这种所谓的。东乡平八郎就拿了一个白色手套，东乡平八郎把白色手套放在炮管里面，一放出来以后，马上跟明治天皇讲打。是啊，为什么？因为你这完全没有军事纪律嘛，炮管里面都生锈了，没有军事纪律，你怎么打仗？那代表中间的东西都被摊掉嘛。所以解放军现在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贪污腐败。那问题是说，如果习近平为了贪污腐败，把所有解放军的上将们都抓光了，把将军们都抓光了，请问谁要来打仗？没人打仗吗？所以现在解放军干嘛？不行哦，你这样子一直抓我们的话，抓到最后我们没有人怎么办？那问题是什么？不是我们贪而已啊！你习近平你自己的团队，你自己旁边的跟班，你贪不贪？
你们以前在地方的时候，福建、浙江、上海，你们是不是有贪？所有把柄其实也都被抓到。所以为什么呢？习近平其实你看到最近来讲，解放军要求叫集体领导。什么叫集体领导？其实就是用什么要去要求分权来掩盖他贪污腐败的这些事实啊。对，那不然的话，那搞得大家都不用活了。你也贪，那为什么只抓我而已，不抓你们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这个斗争可能跟美国这个企图这个贪污腐败的概念是有关系的。好，所以宇轩。这个报告里面刚刚讲的，除了他有一个专章都特别强调解放军有一个贪腐的问题，在过去不曾见过。另外刚刚讲的，他也特别谈到了台湾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战备。他特别谈到台湾加强我的防卫的一个韧力，而且台湾也去强调我的无人机，也去强调我的整个防空的能力。里面谈到无人机，无人机里面现在才发现原来美国现在发展无人机是，它不是在固定一个地方做无人机，搞了半天是。他把3D 猎鹰机根本就放在货柜里面，然后呢，我的货柜就跑来跑去，你根本不知道我的哪一个货柜里面是我的无人机的生产。然后我把那个盖子一打开，我的无人机就发射出去了。宝拉哥，美国一直在强调说，所谓的地狱景象甚至是复制器计划，而如今有了雏形。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要布置地狱景象，你至少要在台湾海峡以及我们讲的整个第一岛链这边布上上千这样的我们讲的无人机。但无人机哪里来？结果现在传出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国会呢，他们现在呢打算说用3D 列印直接呢制造无人机，而且不是在我们美国本土，它是透过一个像是你看像这样一个货柜，我一个 C13洞呢，甚至我们讲的这种直升机也可以去吊挂的。货柜里面是干嘛呢？专门是做3D 列印的生产中心。而我如果在无人机直接在货柜里面生产，也就是说我不需要提前部署，我到达我指定要的战线的时候，我马上把这个货柜运来，然后开始干嘛？只要有原物料，大量生产这些无人机，等于就是说呢，我要多少就有多少，可以在原地直接生产，源源不绝的，只要我原料还够，我就可以一直生产无人机出来。所以我在路上跑这个所谓的货柜，你以为说它就是一般运售货物的货柜，结果你又没有想到，它竟然里面是3D 列印机，而且这个可以随时从美国从各个地方运送到台湾来，运送到台湾来了以后。你在马路上跑的时刻，你就一边跑一边就定位，一边把无人机给生产出来了。对，等于说，比如说我们的西部干线，你就看到有一台货车呢，不断的在跑，然后后面呢就一直有无人机飞出来，一直飞出来。你想想看这个景象多可怕？为什么？因为无人机它有2种功能，一个叫做侦，一个叫做打。等于说呢，它有可以侦察，也可以打击，它是游荡弹药一种嘛。但是你想想看他们现在在评估，如果透过这种货柜生产的话呢，光是价格，它第一个，它生产速度会是弹簧刀的10倍。我们现在是台湾很高兴说，哎呀，我们要花我们讲的多少亿，然后跟美国买1000架弹簧刀300型，还有 RTS 600M， 对不对？然后总共的1000架呢，大概将近我们讲的100亿左右。而且它可怕的是，它的生产速度很快。对，宝哥没有错。为什么？因为我们讲，比如说我们台湾最近是不是讲说买了1000架无人机，其中呢有弹簧刀300型以及 RTS 600M， 对不对？但花了100亿，但是讲白了，什么时候到货？不知道，它需要时间嘛。但如果说未来是这个货柜，我跟你讲，根本不用担心什么时候到货问题，只要你台湾有原物料，对不对？来，它的生产速度会是什么？弹簧刀的10倍。弹簧刀已经够快了，因为弹簧刀本来就是游荡弹药这种自杀型无人机的一种嘛，本来就够快的东西，就跟你讲10倍，而且好，你说宇轩，生产速度10倍。对，那3D 列印会不会很贵啊？我跟你讲，超便宜。为什么？它的造价呢，只要 RTS 的1/5，甚至是1/3左右。换言之，很有可能一台在10万块以内就可以做出来。那这个东西在战争来讲说太便宜了吗？为什么不对称作战啊？我今天如果一台无人机，它只花5万块就可以做出来，它可以摧毁掉你500万的价值目标。那我讲白了，我当然多益善啊，对不对？而且你想想看这个东西，因为他们现在还在研发当中。如果等到未来整个包括 AI 以及相关的生产技术提升到一定的水准，它符合有商用、军用的价值的时候，那所谓的无人机的所谓的地狱景象以及复制器计划都有可能实现。而且我跟他讲，这不是嘴巴讲，在环太平洋军演的时候，当时就已经把这个3D 列印作为整个演练的一部分了。对，因为 Rainpack 的时候他们在演练什么？各位，就是你看到这种货柜，那里面呢装的全部都是3D 列印的机器。然后你说，哎，宇轩是不是摆拍 ？No。他们真的有来，你看到他们手上拿的一个一个有没有环状的物体？你就说这是什么东西？不好意思，这全部都是这种战舰、运输舰他们所需要用到的零件。因为你知道吗？他们在外面将士在外，如果打到一半，我什么设备故障，比如说我的发电设备故障，我的这种弹药的这种敌火设备故障，难不成我还要等原厂叫过来哦？那你知道原厂叫过来之后也可以，你知道多久吗？200天。
这是海军上尉这个叫做 Hunter 讲的哦。对他说一般来讲我们都要200天，但我们现在不用了，我们直接呢，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设计蓝图嘛，我们用3D 列印的方式呢，直接开始哦，比如说这个设备坏掉，哒 print 出来，马上呢就可以拿来应急做使用，直接就装在上面去。那你想想看，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美国 Rinpay 已经在实验这种，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叫 Speed 3D， 换言之哦，就是讲的很速。非常快速，而且它是3D 列印，所以这种东西已经开始在实际运用啦。那未来如果把这个设备它变成是，不是生产零件是生产无人机嘞，那等于就是说我一朝我们讲舰艇在那边开出去，那你本来想说没什么大不了，就莫名其妙它一堆无人机就随时这样随从直飞出来，所以它会造成整个战略上的想定完全截然不同的变化。